别哭了，哥，没事。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明天还活着。但是我觉得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不知道。我们藏族人说，稻城的3座神山，雪峰一年四季都闪着光。因为很久以前，星星和人类立下过一个盟约：当第一缕星光穿过黑暗，雪山才有了灵魂。13万年前，就有人生活在稻城。他们也许也走过我和大兵老师骑行过的山口。他们打石片，做石器，想办法活下去。那时候的风和雪，大概也和今天一样冷。他们点火围坐，也会抬头看星空。多少年过去，人想要的东西其实没变过。火、食物，还有人陪伴。你好，你好，你好，扎西德勒。哦，扎西嘞，扎西嘞。哦，这对不对？看山呢？啊，我在看雪山。哦呀，但是我把你跟山放在一起看一眼。来，有点背光，还好，没事。太黑了。反正我们俩都不算白的。好，对，我们俩要那么白干嘛？好，1、2、3，茄子。哦，挖虫草的人多吗？挖虫草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哦呀，哦呀。因为他这个饭不是那么好容易吃到的。哦呀，哦呀，哦呀。来，你往中间站。好，这样我们说话好说一些。女士嘛，站在我们中间。哦，她不咬人，你可以离她近一点。没有，我也不会吃。没有，我不怕，我不怕。那牧场在往那走是吧？没有，牧场在这个雪山的后面，它虫草是生长在海拔4800米以上，就在这个雪山的后面，它就有虫草。在我们藏区的话，可能登真制造有一个说法，就是每当你来到雪山脚下的时候，它乌云当在雪山上面顶上或者是中间的时候，是雪山在迎接着我们。哦耶，就是藏区的，就是那个桑香。那丁真，你是以前挖虫草压力不大，还是现在压力不大？那以前压力不大呀。擦一下。没事。因为这块都湿掉了。擦不了，这个是。我说你腿上如果有水，要擦一下。腿上没有水。垫一下。没事。凉凉的，没事。但夏天的话，就如果不下雨的话，就躺在草坪上，晚上看星星。哦，那太舒服了。对，以前我们挖松茸的时候，我们在差不多这个山头的话，就对面那个山头打雷，把一个树劈开了。哎呦，我亲娘，眼睁睁看着树劈开。对，真是奇妙的人生经历。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就很少有这种，是不是在野外住啊、露营啊这样的经历？对，回头吧，回头等着将来工作不忙了，能够闲下来了，跟我骑摩托车去。可以啊，摩托车骑得好。对，因为我们以前骑摩托车，然后就送过游客，
我先来汇报我自己。应该是大兵，现在是一个浪荡江湖的失业中年人，已经有2、3年没有正儿八经去工作了，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活，所以打算拿出几年时间来浪费一下生命，让命运推着自己往前走。其实我也这样活着。这以前的话，就我是一个牧民，然后我的生活很简单，比如说挖虫草、挖松茸，我们的经济来源是最重要的2个点在这儿，然后是牦牛，对，然后这3个，然后就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可以自由自在的，你也不用想什么，你也不用害怕，我今天这个做错，你也不用害怕，我今天说一句脏话，你只想说啥就说啥，你想自由，对，自由，你想，你生气的时候，你想打架的话去打架，你想咋样就咋样。男孩子其实有时候应该打架的。对，然后差不多2021左右吧，突然一下因为我们在那个工地干活，然后我们来到舅舅的那个超市，因为我舅舅开了一个超市，我和我一个朋友买那个泡面，然后那摄影师问我你要不要拍一下，我说可以啊，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湿纸巾，来擦一下脸。为什么？因为脸上全是灰，然后从工地过来，对，手脏脏的那个，对，拿那个擦一下，然后就把手也擦一下，然后就把扔到垃圾桶，然后出去拍了，然后他就指挥我，来走，笑我就笑，对，然后就这样一个短短的一个10秒钟的视频吧，10秒钟。10几秒钟的对视频就把我的人生改变了，然后就最近我在想啊，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是一个，最近我在看那个短剧，有时候就刷到那种重生到另外一个时代，我叫这种短剧骗过最起码500多块钱，对，你要想看完你要充钱，对，重生回你可以选择的以前的某一个时间，对，那个一样。我突然一下就到了大城市，那个时候我听不懂汉语，我只听懂几句话，早上好，晚上好，然后就是那个晚安、早安。后来我差不多1、2个月吧，然后我说会了一句话，就是我听不懂，我听不懂，这就是我最标准的一句话。我听不懂，对，我听不懂。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可以合个影吗？我说，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对，我听不懂。对，然后就是我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工作和学习中间就一半学习一半工作，一半学习一半工作，那样活到了现在吧，差不多，现在快差不多5年了。那么现在活得怎么样呢？好不好？现在活的，现在我理解了人生，我也觉得活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对，因为我觉得人不能活在别人指挥的那种，就是这个道理。对，然后就我想活成我自己可以指挥我自己的人生。不管怎么样，命是自己的，对，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活。对，然后就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因为我之前我和我工作人员在那随便聊天嘛，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他们说最近什么什么人骂你啊，什么什么人玩你这梗，然后我跟他们说，如果我觉得干工地的一个人，来
干一个那个，比如说上班族的那种打字的那种，那很了不起了。的话就，我觉得他很厉害，但是他身边的人会嘲笑，但是如果那些上班的那些人嘲笑他的人去工地干活的话，就，他们啥都不会，啥都不会。对，总而言之，嘴是他们的，命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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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我觉得人活自己就，对，我觉得他们想骂就骂，而且我活成我自己样子，我是我带的是丁真的命，不是他们的命。你身上还是有典型的，就是康巴汉子的有股劲儿。对，因为很多人不满的就是，因为我突然一下就火了，我也没有上过学，然后叫他们觉得不公平，知道吧？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刚当主持人。那个时候还不是网络时代，对，手机都是2G 时代，我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头1、2年的时候，一麻袋一麻袋的信里边都是骂我的，里边都夹着刀片，有一些夹刀片，真有刮胡刀片，说是你拿着这个刀片，你可以让自己赶紧走掉，你不要在这露脸了。为什么呢？你没有学过播音主持，对不对？你在节目上说你是画画的，那你为什么配来干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呢？一开始很伤心，后来一想，他们可能有他们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对，他们很可能正好过得不好，所以他需要来释放一部分自己的压力。对，以前的话就我刚刚说的那些话是我1年前想过的话，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觉得 OK， 你们骂我，你们开心的话你们随便骂，对吧？我活成我自己样子，然后就你们怎么喜欢怎么来，你们开心。我的这辈子我希望就是这世界就是所有的人都开心。OK， 讲话很流畅了已经。对，现在因为我学了4年，我一直不停的去挑战自己，不停的去学习。对，大部分人想象不出来在已经成年了这个年纪重新学语言是多艰难。对，但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理解，另外一个地方的不同语言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在大众面前，对，然后就聊很多，做很多事，他没有换位思考。对，其实是没有换位思考。所有人都需要一个释放自己的情绪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如果他们觉得我这一段，我今天我录一个综艺，然后就这一段不好的话，去骂我。我希望就是把他们的那些不愉快的那些东西就转账到这个骂我的那个过程，希望他们后面就开心，就这样。你说得好。真的，其实人想做到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观点啊，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语言啊，是超级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难，所以这一刻它有价值。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就是一种拍戏，对，那里面的主角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对，因为我这个人心态比较好，可以说是比较好吧，非常好。对，因为以前我父母就说我有时候就挖虫草，我不太喜欢去努力去挖，我喜欢，比如说今天早上上去的时候，我想今天挖到10根就好了，我挖到那个时候我会休息，然后他们会骂我。我觉得反正我也吃得够喝得够，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努力，我下去就行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从小到大，别人都在教我，你要努力，你要奋斗。可是如果我已经努力过、奋斗过了，我有一个时期我不努力、不奋斗，难道就意味着我做错了吗？不见得呀，我自己开心就好啊。对啊，我骑摩托车很开心啊。对啊，对不对？至少就是自己开心，就是自己开心嘛，对啊，对不对？我们要慢慢的
了解这个人生，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这个世界的了解过程，然後就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我完全理解你说的意思。以前的话我就是通过自己的嘴说着别人的话，现在的话我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话，这才是定真。哥，因为我说句实话，在甘孜州的那个地区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都不敢出去。发现了这个情况？对，发现这个为什么呀？我是觉得，因为我看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早一点的出去的一个人，因为他们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带着一点点传统的。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他们跟不上这个时代一点，得跟上。说实话，得跟上。如果不被跟上的话，因为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太快了。尤其是你出来工作这几年，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所以你现在出来啊，我跟你讲，对甘孜州而言有很大的价值。价值在哪儿？先打一个样。对。你这一点你得往外说才行，你不能够自己不说的，要告诉别人的。你希望通过自己走出来了，能够影响你同年龄段的甘孜州的其他小孩。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得告诉大家，好不好？好，喝了这个酒答应我。OK， 这个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人生，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平时蚊子咬了之后，我们不是打蚊子吗？打蚊子，那个一样。但是我觉得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不知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其实，在最初的那个摄影师拍完你了之后，流量突然间袭来了之后，实际上你也有过思考。哎呀，突然一下子搞得我好悲伤啊！这个世界没有太善待你这个小朋友啊。这个世界对你这个小朋友没有太善待。没事，哥。这个世界对你这个小朋友没有太善待。他们肯定不懂的。对。我完全get 到。这个世界没有太善待我的这个小弟弟。没事。你哭了，哥。没有太善待你。我觉得他们都认为你是获得了很多，对，很多人甚至来攻击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太善待你。我现在说这个话，因为你刚才说的话，我觉着现在在场的只有我懂。我特别这会儿想破口大骂，骂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看到你的成长，他们没有看到你的成长。有一些话不需要我们多说，我可以感知得到。他们没有看到你的成长，你童年的伙伴，你那些一起骑马的发小，你从小一起挖过虫草、骑过马、喂过马，然后一起打过工，在工地上，然后我一起来搬过水泥的伙伴，你在心里边没有忘记他。真正的底层逻辑是你没有忘记他们，所以你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动作，让大家看到他们，同时希望他们自己看到自己。你必须得扛住。哥，你以后经常来我家乡。经常来。对，我给你养一匹马。真的？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45、6岁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正的康巴人，我终于触碰到了康巴。康巴有各种各样的人。真的，也有帅的，也有丑的，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我不敢代表这些人。我代表的是我盯着珍珠跟你说，我给你养一匹马，真的。夏季秋春干了，秋天那样的。
满天的星星落下来给我们伴奏，来！在路上，我们见到的卓玛，他一个人继续骑行去看星星。都会有这些。都是的，高完了才能就有这些。高完没呢？都是的，就干这些。在皮洛遗址附近。有泽维尔级天文台。科学家说，那些望远镜能听见太阳爆发的声音。在稻城，好像一步就能跨过千万年的时间。老人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孤儿叫扎西，一个冬夜，他在珍珠海边发现一颗蓝色的星星，里面有一个婴儿，额头闪着光。扎西抱着孩子一路走到夏诺多杰雪山。在雪山的守护中，孩子哭了，哭声化成了一道星光。最后，婴儿化作光，升上天空。人间如果有像雪山一样纯净的心，星辰就不会离开。现在我身后的这些石器，虽然看起它们是静静的，但是它们是有生命的。觉得最好的虫草山，实际不是在虫草山上，而是在课本里面；最好的松茸山是在课堂里面。所以，我现在的话呢，有2个小孩了，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让他们看，就是更好看的
就是外面的景色。圣洁甘孜有机之粥，抽购一季，念享1年。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珍珠。作为甘孜州种农推荐官，这一季我推荐的乡村振兴农特产是稻城雪菊和稻城牦牛奶粉。更多高品质土特产，搜索天猫甘孜州原产地官方旗舰店。